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刚刚更新又拖延了半个小时啊，嘿嘿嘿嘿。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更新之后有什么变化。那其实只要把画面缩小的话，其实你也是可以把旁边的一些界面啊、操作画面给收起来。不过你们也看到了，它会把统帅栏给收起来，所以打仗的时候一般是不会用到这个功能的。那么也刚好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个王国正在战斗的，所以我们只能随便选择一个失落之地进去里面看一下。所谓的观看视角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那你们把画面放大之后，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中立视角，就是全部看到的点点都是白色的，这个我们之前是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啦。但是你可以选择其他阵营，比方说我现在选择了烈焰阵营，接着你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要塞全部都变成蓝色了，但是没有办法看到城市的位置。那我们把画面放大看一下其他的玩家，你们也可以看到城市的名字也变成蓝色了。不过这个画面没有部队啊，刚好我自己的王国正在 KVK， 所以我演示给各位看。现在你们看到的部队还是白色的，那它不同的地图还有分成不同阵营，这里也是会跟着更改。所以你们就看清楚这个玩家是来自哪一个阵营，然后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切换过去之后就会变成蓝色，就算是用点点的方式，依然还是可以看到的。像是这一片大温泉，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蓝色的点点。那么让我比较意外的就是，我原本以为只是你选择的阵营可以看到而已，没有想到当你选择了你想要看的阵营，如果它跟别的阵营有合作的话，也会变成黄色，就好像你自己正在 KVK 那样。这样你就可以自己知道你选择的那个阵营它是跟哪一个阵营结盟，所以当你们在观看 KVK 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黄色、蓝色跟白色了。老实说，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更新，这个更新实在是太好了。但是被我发现到了一个问题，我现在所操控的画面是我自己的小号，也就是说在同一个王国的。那你当在同一个王国的小号要观看自己的 KVK 的时候是没有的选择的。你们可以看我画面右上角是没有操作界面的，但是你依然可以把那些旁边的界面收起来。我为了要给大家证明呢，这个账号确实是我自己的小号，我再次重开地图给大家看。你看啊，我的账号在这边啊，点进去，确实是自己的王国啊。你看，完全没有操作界面的我。所以我不确定他这个是 bug 还是什么，为什么自己的王国玩家不能看，反而别的王国就可以看到？这个我要去问一下客服。再来保存部队呢，现在是可以直接保存7队了，之前只有5队而已，只有你进入 KVK 开了水晶科技之后才有7队。但是我看到操作界面呢，只有21个保存位置，那之前更新公告里面是写45个。所以我就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有在 KVK 也好，还是没有在 KVK 也好，都是21个而已。我去询问了一下客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你们想要保存更多队伍，就要选择这个绿色的按钮。当这个界面出来的时候，你们点选右上角的一个设置按钮，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多出了第8个选项，然后你们一直点加，一个颜色最多可以保存15个搭配。所以就是3个颜色乘以15就等于45个，所以确实是可以保存45个搭配的。但是你们选择了加，只是增加空位而已，它不是马上就帮你保存起来，你们还是需要选择好自己想要的搭配，然后储存进去才算是成功的。在这里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们发现到不能储存45个队伍，要怎么样去解决而已。像我现在没有保存任何组合，也只是看到7队而已。如果我把这个界面关掉再重新开过，依然还是7队而已。但是点击储存的时候，它储存的空间就会默认变成15个，因为我刚刚已经按了加。那假设你选择储存第15格，它也只是出现7或者是15而已。如果你中间没有保存的话，那么假设你有保存，就会变成这么长。这个就你要自己上下拉动了，你储存在哪一个你要自己记得，因为太多个选项，有时候是真的会忘记到底储存在哪一个。再来就是你的装备还有军器界面，在更新之后很方便哦，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想要的装备或者是军器，马上换上去。不需要把画面关掉去统帅界面那边更换装备，这个操作界面就很适合那些车头去切换了。那可能你要开机阶啊，或者是突然被叫去开机阶的时候，就可以马上从这边切换，不需要去统帅界面了。而且它会帮你保存起来，你切换了哪一个装备之后就可以储存起来。虽然只是小更新，但是是很细节的更新，我很喜欢。至于博物馆虽然是已经更新了，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步兵统帅有提升，也没有看到第3代的统帅，这个其实跟之前是差不多啦。以前在更新了博物馆之后，也不会马上出现了。博物馆是有一个特定的周期，到了时间点之后自然会开放，不是说马上更新之后就会开放的。
接着王国筛选功能，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去的那个王国有什么条件啊，比方说我要去征服赛季，然后语言方面全部都可以。那么在国际服是有这么多语言给你们自己选择的，国服应该只有简体中文或者是没有这个选项啦。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移民模式，然后有多少的战力。那我在之前有讲过，有可能可以直接看到有哪一些王国是完全开放的，那我就验证一下我的说法到底是不是对的。果然是可以看到的，确实可以看到有哪一些王国是直接开到了无上限，你们可以移民去哪一些王国。那这个真的很危险呢，你们自己的王国要非常小心。再来就是新增了查士丁尼还有迪奥多拉的表情包，还有他的故事叙述啊，这个在之前就讲过了。两夫妻闪瞎玩家的狗眼。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官方不是跟着迭代慢慢去更新他们的表情包，而是自己喜欢就更新谁的。再来就是我之前有提过的，国服是已经拥有这个界面了，现在国际服才更新，那你们可以换成别的颜色了，目前只有蓝色而已。不过我相信之后会有更加多颜色或者是主题啦，因为看同一个聊天室已经看到无聊，如果有更多的主题选择的话，会比较有新鲜感一点，跟桌面壁纸一样的道理。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在介绍部队的时候没有提到的部分啊，就是你们可以选择更多的时候观看到统帅的争议。因为之前的界面是真的很混乱啊，全部混在一起，你看到不是很明显，但是更新之后这个确实很整齐了，可以更加直观的去看到你的部队到底有什么争议。下一个是在更新公告里面有提到的，就是当你们要建旗帜或者是要塞的时候会变出虚线，但是我感觉好像跟之前没有什么差别。是我的错觉吗？我是有感觉到画面好像稍微放远了一点，你可以看到比较大的范围。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不常见要塞的关系啊，所以感觉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有知道的观众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平时见比较多的就是旗帜，但是我也是感觉不出旗帜这边有什么差别。是我眼睛有问题吗？还是我自己本身有问题？我是真的看不出跟之前有什么差别。最后就是增加了贝利 P 还有理查他妈。在前不久我看到评论区就有人问，他不是来自不列颠的吗？不是，他是法国人来的，他只是跟一个不列颠也就是英国佬结婚，生下了一个英国佬而已。贝利的声音应该是跟之前的声优是差不多的，但是他的紫色跟金色版本是用同样的故事跟表情包。不过还是提醒各位啦，两个同样的统帅是不能放在同一队的，就是说紫色的贝利跟金色的贝利不能搭配在一起。暂时是还没有看到这两位统帅出现在转盘或者是 MGE， 不过根据我之前推测的时间，应该是下一次 MGE 或者是转盘就会出现了。以上就是更新之后所看到的变化，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新比方说奥西里斯联赛那个我就没有办法演示给大家看了。但是这一次的更新我是非常满意的，有很多东西都是听取玩家的意见去更改的。如果之后可以改进更多类似的东西呢，相信玩家的体验会有所不同。至于各位观众对于哪一个部分是最满意的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